他的头衔有很多：美国五星上将、菲律宾大统领、日本天皇，一个将二战投降后的日本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人。他就是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阿瑟1880年出生于美国阿肯色州小石城，父亲是美国陆军中将、菲律宾总督阿瑟·麦克阿瑟。1899年，麦克阿瑟考入西点军校，而当时的西点军校并不像我们现在认为的是一个可以教出现代战争指挥官的军校，而是一个在教学上毫无一点的现代军事理念的学校，而且校园霸凌极其严重。按理说，麦克阿瑟作为一个官二代，应该是欺负别人的吧，但其实他是被欺负的。后来西点的霸凌事件越闹越大，麦克阿瑟被叫去问话，问是谁欺负谁，麦克阿瑟却没说是谁欺凌谁，也没说自己被霸凌的事儿。尽管大家都知道事情的真相，但他就是不承认。回去后，因为他没把霸凌者说出去，那些欺负他的再也没欺负过他。为什么他不说呢？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把霸凌者说出去，对方不一定被开除，但麦克阿瑟一定混不下去。1903年，麦克阿瑟以98.43分的成绩毕业，被委任为工程兵团少尉。他也创下了西点军校的毕业分数记录。1904年，麦克阿瑟升为工程兵中尉。1905年，麦克阿瑟跟随父亲从事情报工作。1908年，调任工兵营连长，因其表现优异，晋升为营部副官，后成为骑兵学校教官。1911年升为上尉，1915年升为少校。1917年，美国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麦克阿瑟晋升为少校，担任从各州国民警卫队中抽调组成的42步兵师参谋长，准备去法国参加世界大战。由于这个师来自美国各个州的人组成，也被称为彩虹师。1918年，因为作战勇敢加上指挥有方，多次获得勋章，并升任第48旅准将旅长。6月26日，得到晋升，临时军衔为美国陆军准将。11月，在大战结束后担任彩虹师代师长。1919年，39岁的麦克阿瑟回到西点军校担任校长，成为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麦克阿瑟来到西点后，对西点进行改革，不光是军事方面的改革，他为了提升学员的素质，还让学生学习写诗、学习艺术，最重要的就是整治霸凌事件，毕竟他受霸凌的苦也深呀。经过麦克阿瑟几年的改造，西点军校是越来越好。1922年，麦克阿瑟被调到菲律宾，担任马尼拉军区司令。传闻是因为得罪了上级才被调到了菲律宾，而他这个封疆大吏在菲律宾期间也没得到晋升，直到1925年才被升为少将，调往其他地方担任军长。1930年宣誓就任美国陆军参谋长。1935年在参谋长任期结束后，以少将军衔担任菲律宾总统奎松的军事顾问。1936年8月获得菲律宾元帅军衔。1937年，麦克阿瑟从美国陆军退役。那么他为什么退役呢？这个时候的美国已经嗅到了战争的味道，等着两方开战再发战争财，等两方快决出胜负的时候，再和快胜利的一方结盟，就和他们在一战干的一样。但这也是需要打仗的人和指挥的人，于是就想到了麦克阿瑟。麦克阿瑟可不愿意，我在菲律宾小日子过得好好的，你让我回去，我才不回去。美国军方也给麦克阿瑟下死命令，你要不回来，你军衔也就别要了。麦克阿瑟也是决绝，抢先美国军方一步，直接带美军退役了。1937年12月31日，麦克阿瑟出任菲律宾陆军总司令，开始组建菲律宾陆军。1941年，日本轰炸珍珠港，美国没法在座山观虎斗了，就把麦克阿瑟召回，恢复军籍，还升了官，担任美国远东军总司令。1941年7月，麦克阿瑟被华盛顿转为现役，并晋升为中将，指挥美国军队进行跳岛战术。我们重点讲一下这个跳岛战术。跳岛战术就是利用海空优势，占领日军防御相对较弱的岛屿，再以这些岛屿为跳板，修筑野战机场，跳过那些没有战略意义的岛屿，进攻下个有价值的岛屿。而那些没被打的日军岛屿，因为没淡水、没补给、没后援，只能等死。1942年，麦克阿瑟被晋升为上将。1943年，被任命为盟军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1944年12月，麦克阿瑟晋升为陆军5星上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麦克阿瑟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负责对日本的军事占领和重建工作。5星天皇麦克阿瑟正式登陆日本。9月2日，盟国在密苏里号军舰举行受降仪式。去参加受降仪式的日本官员们以为是来接受来自胜利者的羞辱和嘲讽，而麦克阿瑟的演讲没有一点仇恨和报复，而是呼唤和平与正义的，让在场的日本官员听着好像战败也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这也让麦克阿瑟受到日本的一部分民心。你可以说麦克阿瑟只能打顺风仗，但他的政治能力绝对是比一些只懂得打仗的将领要强得多。他来日本就是为了在把日本打服以后，还要让他们心里也服气，让日本民众服气。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将天皇从神坛上拉下来。麦克阿瑟进驻东京后，立刻下令美军包围日本皇宫，并接手了皇宫的警卫工作，但是没让美军大兵进去，外边就有了传言说天皇被软禁了。既然被软禁了，那被逮捕也就快了。此时的压力来到昭和天皇这边，自己会不会被逮捕，会不会成为战犯？而麦克阿瑟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昭和天皇主动来找他。在时任日本外相的吉田茂看过麦克阿瑟的虚实之后，天皇便准备去拜访麦克阿瑟。这就是这次拜访诞生了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片很快在日本的各种报纸上发布。照片上的麦克阿瑟没打领带，只是穿着衬衣，任何的标志符号也没带，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而一旁的昭和天皇穿着燕尾服，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对于一般的日本人来说，这张照片的打击不亚于战败。1亿人为之血战的天皇就这个样子，任谁都是接受不了的。这就是麦克阿瑟想达到的效果。在1945年之前，一般的日本民众都认为天皇是神，而且日本民众也没见过天皇的面，没有听过天皇的声音。而麦克阿瑟将神圣外衣下的真相揭开了，只有将神拉下来，他才能在这片废墟土地上建立自己的权威。但是天皇找麦克阿瑟也是有自己想法的。当时2战的战胜国纷纷要求将天皇作为战犯进行审判，但让麦克阿瑟没想到的是，天皇没有推卸责任，而是负荆请罪的主动担当了起来。正是这种担当，让麦克阿瑟将天皇从战犯名单中拿了出来。但在2002年10月17日发布的天皇与麦克阿瑟的首次会谈记录中，与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中所记载的完全不同。会议记录将麦克阿瑟回忆录中的担当责任变成了推卸责任，这就让人无从得知了。在和昭和天皇拍照之后的6年时间里，麦克阿瑟改变了日本的政治体制，改善了日本的经济体制，还为日本带去了他们从未有过的自由与潜力，还给日本带来了经济粮食的援助，让这个战败国实实在在的得到了好处。在麦克阿瑟从朝鲜回到美国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1951年6月25日，国会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专门制造了一枚金盾勋章，并在勋章上镌刻他的肖像和文字：澳大利亚的保卫者，菲律宾的解放者，日本的征服者，朝鲜的捍卫者。1964年4月5日，麦克阿瑟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院因为胆结石去世，享年84岁。这位传奇将领，无论是在战争时期的功勋，还是在日本时期的作为，都是意义重大的。那么，大家对麦克阿瑟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